欢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月玲 Vivian。第二个呢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适合冬天暖身又暖心的低鸡精。不论是原味的低鸡精或是带风味的低鸡精，今天要一次分享给大家哦。学会了之后呢，这个冬天就不会再手脚冰冷咯。虽然不敢说自制的低鸡精有多便宜哦，但是至少在家自制呢，我们可以掌握食材的来源，尽量选择一些没有施打抗生素的土鸡种哦。选择了好食材，在家做低鸡精真的很简单哦。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的材料。这个是在传统市场买的土鸡哦，我使用半只哦。通常我就直接请鸡肉摊的老板呢，直接帮我拍扁拍碎哦，把鸡肉拍扁拍碎，低鸡精可以萃取的比较完整。但是我有发现呢，不是每一家的鸡肉摊贩老板都愿意帮你拍碎鸡哦，或是有些国外的朋友呢，从超市购买哦，可能还是要自己来拍这个鸡。通常我会把鸡头跟鸡脖子给去掉哦，鸡爪的部分呢，就看想不想要保留，想要多摄取一些胶质的呢，可以保留鸡爪一起蒸。那我自己呢是比较喜欢剁掉，直接把这个鸡爪呢卤肉卤鸡的时候一起卤。那我示范一下剁鸡脚。为了避免拍鸡肉的时候呢，喷溅的到处都是，建议先套上一个袋子再来拍肉。我使用的是拍肉锤，如果是更大一点的铁锤、木锤哦更好。上面铺上一块毛巾止滑，然后就开始使劲用力的拍啦。如果有哪里不爽的，赶快趁机发泄一下。这就是拍扁后的鸡肉。我最喜欢蒜头洋葱风味的低鸡精哦。准备1把的蒜头去皮，大概10颗左右。洋葱半颗。切成片状、块状都可以。我先示范免顾火又省时的电子压力锅版本。为了怕伤到内锅，我在锅中呢先垫入一个棉布，然后加入2.5米杯的水。锅中再放入一个耐高温的内锅，然后里面再倒扣一个耐高温的小碗。你可以接受的材质都可以，不一定要玻璃的。然后上面呢再放上我们刚刚拍扁的半只鸡。接着放上刚刚准备好的蒜头跟洋葱块。如果想要做的是原味的低鸡精哦，这2样东西就不加咯。一般通常会怕过程中水蒸气滴入，所以会在表面呢再加上保鲜膜或是铝箔纸哦。但是我发现我的电子压力锅呢，不太会有什么水蒸气滴入的问题，所以我就直接蒸咯。选择炖煮的功能，计时90分钟。如果你是一般没有压力的电子锅呢，就要选择煮粥的模式，至少重复3回合。因为有压力的情况下呢，大概可以缩短1半以上的时间。大家可以看到完成好的低鸡精呢，表面的洋葱跟蒜头呢，都已经焦糖化变色了，香气非常非常的香。而且骨头呢几乎都蒸到整个干掉了，甜度跟营养素呢完全被释放出来。基本上有压力的锅呢，大概1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。它已经到了一夹就散的状况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骨头真的完全彻底被榨干，因为整个骨肉都碎了，所以夹起来的工程会比较浩大一点，就慢慢把它移出来就可以。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呢，整个低鸡精的精华呢，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小碗当中了。剩下来的碎骨碎渣呢，可以把整个肉碎分离出来，变成鸡肉松，或整锅给毛小孩吃也很不错哦。
超级香甜的低基金大成功哦，就修哎！我是铁手，大家请不要学我。可以等到稍微放凉之后呢，再来捞除渣渣跟油。过滤出来的鸡油也很好用哦，可以来拌菜、拌面、做鸡肉饭都可以。那我用的这个小道具是滤油网哦，可以把汤跟油分离。这鸡油拿来炒菜也很好吃哦。使用一般压力锅来做低基金也可以哦。放入蒸架跟2.5米杯的水。内锅的放法呢，跟之前示范的完全一样。因为使用一般压力锅呢，水汽真的比较容易滴入鸡精里面，所以表面还是隔绝一下。我使用的是耐高温的矽胶保鲜膜。如果真的不想覆盖任何东西也没有关系啦，因为其实滴入一点点的水蒸气呢，鸡精还是很浓的。压力锅指示线升起后呢，大概也是要炖煮至少1个半小时。因为不同厂牌的压力锅呢，内建的压力值不同哦，所以时间呢还是要参考不同厂牌的建议。接下来是传统电锅的版本，因为传统电锅没有压力，炖煮的时间必须加倍，所以需要反复炖煮几次才可以。内锅的摆放法呢，跟前面示范的完全一样，就是电锅内锅内呢还要放入一个小碗，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叠上去。炖煮的时间呢至少要3个小时，大家就要自行计算一下哦。1米杯的水大概可以炖煮15到20分钟。怕蒸的时候水汽滴入呢，就加入一个内锅的盖子。外锅的水量呢，就看你一次可以放入几米杯的水，重复加水蒸呢，就要蒸足3小时。低基金大成功！我也很喜欢把低基金放在做布丁的保罗瓶当中。可以一份一份冷冻在冰箱里面，需要的时候就隔水加热一下，很方便哦。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啦！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。还有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Always trying to be cool, trying to be those bad guys, smoking cigarettes behind the school. Always trying to be cool, trying to